就算你对历史向来不感冒，今天这段战国七雄的史诗，我也非要按着头让你听完。赶紧拿起手机，音量拉满，备好纸巾。接下来的46分钟，咱们穿越2000多年的烽火狼烟，看7个超级大国在华夏大地上展开最惨烈的厮杀，在文明的巅峰与毁灭的边缘反复横跳，在英雄的崛起与陨落中书写最悲壮的篇章。这不是冰冷的历史，是有温度的热血，有痛感的挣扎，是让华夏文明浴火重生的终极博弈。春秋末年的风早就不是郁郁乎文哉的礼乐之风，是带着血腥气的杀伐之风。周天子蜷缩在洛邑的破宫里，手里的酒鼎早就成了没人搭理的摆设。曾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规矩，彻底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，到最后甚至自大夫出。权力的崩塌从来都是从顶层开始，一层层砸向底层的百姓。公元前453年，晋国的朝堂上，韩、赵、魏3家大夫联手，把最强大的智伯瑶围在晋阳城里。智伯瑶以为用水淹城就能轻松取胜，却没想到赵襄子偷偷挖开堤坝，让洪水倒灌智伯军营。城破之日，智伯瑶被斩首，头颅被赵襄子做成了酒器。这就是晋阳之战，一场把仁义道德踩在脚下的灭顶之战。几年后，韩、赵、魏3家把晋国的土地瓜分殆尽，派使者去洛邑求周天子册封诸侯。周天子看着3家递过来的地图，手里的笔抖了又抖，最终还是写下了册封的诏书。他不敢不写，因为此时的周天子连自己的都城都快养不起了。这就是3家分晋，被历史学家视为战国的开端，一个以下克上成风，实力说了算的时代就此拉开序幕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东方的齐国也在发生着一场无声的革命。田氏家族用了近100年的时间，一点点蚕食姜氏齐国的权力。他们向百姓放贷时用大斗，收税时用小斗，让百姓心甘情愿的依附。他们铲除异己，把反对自己的贵族要么流放，要么诛杀。他们甚至敢把齐康公放逐到海岛上，只给一座城当10亿。公元前386年，周天子正式册封田和为齐侯，姜氏齐国彻底变成了田氏齐国。这就是田氏代齐和3家分晋一样，都是用阴谋与实力颠覆了传承数百年的秩序。至此，战国七雄的格局正式成型，西边的秦国，东边的齐国，南边的楚国，北边的燕国，中间夹着韩、赵、魏3国。这7个国家就像7个刚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亡命徒，怀里揣着残破的疆土，背后是虎视眈眈的邻居，内部还有旧贵族的掣肘和百姓的怨言。他们没有退路，要么变强，要么被吞并。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生存竞赛，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终极博弈。那时候的齐国日子都不好过。魏国虽然分得了晋国最肥沃的土地，但四周被韩、赵、秦、楚包围，号称4战之地，每天都要提防邻居偷袭。赵国分到的土地多是山地，靠近北方的匈奴，既要应对中原各国的纷争，又要防备游牧民族的抢掠。赵襄子在位时，甚至要带着士兵在山里打野猪充饥。韩国是7国里最小最弱的，土地贫瘠，资源匮乏，一直被魏国和秦国欺负，连都城都迁了好几次。燕国地处北方苦寒之地，人口稀少，经济落后，在中原各国眼里就是个边缘角色，经常被齐国欺负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楚国虽然疆域最大，人口最多，但内部贵族势力盘根错节，国君的命令很难传到偏远的郡县，就像一个身形庞大却行动迟缓的巨人。齐国虽然富得流油，靠海煮盐，煮海为盐，工商业发达，但军队战斗力薄弱，贵族们沉迷于酒色，
早就没了当年齐桓公称霸的血性，而秦国处境更是凄惨，被中原各国当成蛮夷。因为秦国的祖先靠养马起家，又长期和西戎打交道，风俗和中原不一样。中原各国会盟从来不带秦国玩，甚至把秦国当成共同的敌人。秦国的使者去洛阳，都要被其他国家的使者嘲笑批发左衽，像个没开花的野人。为了活下去，各国开始了最早的挣扎。魏国的魏文侯是第一个醒悟过来的君主，他知道靠老祖宗的规矩已经不行了，必须变法。他拉来了李悝，在魏国推行变法，废除世袭贵族的特权，按功劳大小授予爵位，鼓励农民开荒种地，提高粮食产量，粮食多了就能养活更多士兵，制定法经，用严厉的法律来约束百姓和官员，连偷一只鸡都要被重罚。李悝的变法就像一剂猛药，让魏国迅速变强。紧接着，魏文侯又重用吴起，让他训练军队。吴起是个狠人，他和士兵同吃同住，士兵身上长了毒疮，他亲自用嘴吸脓。士兵们感动得要死，打仗时一个个拼命往前冲。这就是后来让各国闻风丧胆的魏武卒。魏武卒身穿三重甲，手执长戟，腰悬利剑，背负强弩50矢和3天口粮，能日行100里，打仗时从不后退。这样的军队在当时就是特种部队。公元前408年，吴起率领魏武卒攻打秦国，一口气占领了秦国的河西之地，把秦国的疆域压缩到了洛水以西。秦国举国震动，国君秦简公看着河西之地的地图，痛哭流涕，发誓要夺回失地。但秦国的军队根本不是魏武卒的对手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魏国在西边耀武扬威。这一时期的社会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。井田制早就名存实亡，贵族们开始把公田变成私田，农民们也纷纷开荒种地，不再只给贵族付劳役。铁犁牛耕的普及让粮食产量大幅提高，以前养活一个士兵需要10个农民，现在5个农民就能养活1个。这直接导致战争的规模从几千人厮杀变成了几万人、10几万人的混战。以前的战争讲究君子之战，双方约定时间地点，列好阵势再开打，打输了就认输，不会赶尽杀绝。但到了战国初期，战争变成了灭国之战，打赢的一方会占领对方的土地，屠杀对方的士兵，掠夺对方的百姓，甚至把对方的都城夷为平地。文明与野蛮在这个时代形成了最尖锐的矛盾。一边是孔子的弟子们周游列国，呼吁克己复礼，希望恢复周礼的秩序；一边是士兵的刀剑沾满鲜血，城破之后的屠城声淹没了读书人的呐喊；一边是老子提出无为而治，希望人们回归自然；一边是各国国君争相扩军备战，把全国的青壮年都拉上战场；一边是墨子带着弟子们四处奔走，反对战争，主张兼爱非攻；一边是吴起、庞涓这样的将领，靠着杀人立功，一步步爬上高位。这就是战国初期的挣扎，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苟延残喘，生存要靠最残酷的厮杀来换取。那些看似辉煌的变革，背后是无数旧贵族的覆灭；那些看似强大的军队，背后是无数百姓的血泪。七国就像7个在黑暗中摸索的旅人，他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，只知道必须往前冲，因为停下来就意味着死亡。进入战国中期，一场席卷7国的变法竞赛正式打响。如果说战国初期的变法是为了生存，那么战国中期的变法就是为了称霸，为了消灭其他国家，一统天下。各国国君都明白，不变法就只能等着被别人吞并，变法或许还有一线生机，甚至可能成为最终的赢家。在这场变法竞赛中，最彻底、最成功也最悲壮的
当属秦国的商鞅变法。公元前361年，秦孝公即位，看着秦国被魏国欺负得抬不起头，他痛心疾首，向天下发布求贤令，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，吾且尊官，与之分土。这句话像一道光，照亮了正在魏国不得志的商鞅。商鞅是魏国人，原本在魏国丞相公叔痤手下当门客。公叔痤知道商鞅是个奇才，临死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，说如果不用商鞅，就一定要杀了他，免得他为别国所用。但魏惠王根本没把公叔痤的话放在心上，觉得他是老糊涂了。商鞅在魏国看不到希望，听说秦孝公的求贤令后，立刻收拾行李跑到了秦国。商鞅见到秦孝公后，先后用地道、王道游说他，秦孝公都不感兴趣，直到商鞅提出霸道，也就是通过严刑峻法、奖励耕战来强国，秦孝公才眼前一亮，两人聊了3天3夜，一拍即合。但变法注定会触动旧贵族的利益，商鞅知道，必须先树立威信，让百姓相信变法是真的。于是他在咸阳城的南门立了一根3丈高的木头，宣布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，就赏50金。百姓们都觉得不可思议，没人敢动。直到一个壮汉站了出来，把木头搬到了北门，商鞅当场兑现承诺，给了他50金。这件事迅速传遍咸阳，百姓们都知道商鞅是个说到做到的人。公元前356年，商鞅开始第一次变法，废除世袭贵族的特权，实行军功爵制，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，只要在战场上杀敌，就能获得爵位，杀的敌人越多，爵位越高，奖励耕织、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徭役，推行连坐法，一家犯罪，邻里如果不告发，就要一起受罚，禁止私斗，打架斗殴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这些变法措施像一把烈火，烧旺了秦国的国力。平民百姓看到了上升的希望，纷纷报名参军，打仗时拼命杀敌，农民们努力种地，粮食产量大幅提高，秦国的粮仓变得满满当当。就贵族们则恨透了商鞅，因为他们的特权被剥夺了，很多贵族因为没有军功，被剥夺了爵位和土地，只能靠种地为生。公元前350年，商鞅进行第2次变法，废除井田制，承认土地私有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，推行郡县制，把秦国分成31个县，由国君直接任命县令和县丞，加强中央集权，统一度量衡，让全国的粮食、布匹等计量单位统一，方便贸易和税收。迁都咸阳，把都城从雍城迁到咸阳，靠近中原，为日后东晋做准备。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彻底摆脱了蛮夷的标签，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。公元前341年，齐国在马陵之战中大败魏国，魏武卒损失殆尽，魏国从此衰落。商鞅抓住机会，率领秦军攻打魏国，占领了河西之地，终于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。魏惠王这时候才后悔莫及，想起了公叔痤的话，可是已经晚了。但商鞅的结局却无比悲壮。秦孝公去世后，太子嗣即位，也就是秦惠文王。旧贵族们趁机反扑，诬告商鞅谋反。秦惠文王虽然知道商鞅有功，但为了安抚旧贵族，还是下令逮捕商鞅。商鞅被迫逃亡，想逃到魏国，但魏国因为他当年攻打河西之地，拒绝接纳他。商鞅只能回到自己的封地，起兵反抗，但最终寡不敌众，被秦军俘虏。公元前338年，商鞅被处以车裂之刑，也就是五马分尸。当他的尸体被撕裂的那一刻，咸阳城的百姓们有的痛哭流涕，有的拍手称快。但商鞅虽然死了，他的变法却被保留了下来，秦国的战车再也停不下来了。
这就是变法者的宿命，用自己的生命为国家铺就一条富强之路。在秦国变法的同时，其他国家也在纷纷变法，但都没有商鞅变法那么彻底。楚国的吴起变法比商鞅变法还要早几年。吴起在魏国受到排挤后，跑到了楚国，得到了楚悼王的重用。吴起在楚国推行变法，削弱贵族的特权，规定封君的爵位传3代就会被收回，精简官吏，把节省下来的钱财用来扩军，加强中央集权，让国君的命令能够畅通无阻。吴起的变法让楚国迅速变强，向南征服了百越，向北打败了魏国，向西攻打秦国，楚国的疆域达到了历史顶峰。但楚悼王去世后，就贵族们发动叛乱，带着弓箭冲进王宫，射杀吴起。吴起知道自己必死无疑，趴在楚悼王的尸体上，就贵族们的弓箭不仅射中了吴起，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。楚肃王即位后，以侮辱王师的罪名，处死了所有参与叛乱的贵族，灭了70多家。但吴起的变法也随着他的死而中断。楚国虽然强大了一段时间，却最终没能坚持下去。韩国的申不害变法注重术制，也就是国君如何用人，如何驾驭大臣。申不害教韩昭侯用权术来管理国家，让大臣们互相牵制，不敢欺瞒国君。在申不害的治理下，韩国的国力有所提升，尤其是韩国的兵器制造技术天下闻名。韩国的弩箭能射800步远，锋利无比，被称为天下之强弓劲弩，皆从韩出。但申不害的变法过于依赖国君的个人能力，韩昭侯去世后，变法就停止了。韩国依然是7国里最弱的一个。赵国的赵武灵王推行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变法——胡服骑射。赵国靠近北方的匈奴，经常被匈奴的骑兵骚扰。匈奴的骑兵身穿短衣窄袖，骑马射箭，行动灵活，而赵国的士兵身穿宽袍大袖，乘坐战车，行动迟缓。赵武灵王看着匈奴骑兵在战场上往来驰骋，心里很受触动，决定向匈奴学习。他下令让全国百姓都穿胡服，学习骑马射箭。这个决定遭到了贵族们的强烈反对，他们说，我们是华夏正统，怎么能穿蛮夷的衣服？赵武灵王反驳道，衣服是用来方便做事的，不是用来讲究排场的。我们穿宽袍大袖，打仗打不过匈奴，还谈什么正统？他亲自带头穿胡服，还说服了自己的叔叔公子成也穿胡服。在赵武灵王的坚持下，胡服骑射在赵国推行开来。赵国的军队战斗力大幅提升，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，不仅打败了匈奴，还征服了中山国，扩张了大片土地。但赵武灵王的结局也很悲惨，他晚年想把王位传给小儿子赵惠文王，自己当主父，专注于军事。但这引发了大儿子赵章的不满，赵章发动叛乱，失败后逃到了赵武灵王的宫殿里。赵惠文王的大臣李兑为了斩草除根，包围了赵武灵王的宫殿，不让任何人进去。赵武灵王在宫殿里被困了3个月，最后活活饿死。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最终死于宫廷内乱，实在令人唏嘘。变法的同时，战争也变得更加残酷和激烈。这一时期的战争不再是小规模的冲突，而是动辄10几万人、几十万人的大战。每场战争都会造成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的死亡，战场变成了真正的绞肉机。公元前341年，魏国攻打韩国，韩国向齐国求救。齐国派田忌、孙膑率军救援。孙膑再次使用围魏救赵的计策，率领齐军直接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。魏将庞涓急忙率军回援，孙膑在马陵道设下埋伏。马陵道两边是高山，中间是狭窄的小路，孙膑让人把路边的大树砍倒，
只留下一棵大树，在树上刻下“庞涓死于此树之下”8个字。然后他让齐军的弓箭手埋伏在两边，约定只要看到火光就一起射箭。庞涓率领魏军赶到马陵道时，已经是晚上。他看到树上有字，就让士兵点燃火把来看。火把一点燃，齐军的弓箭手立刻万箭齐发，魏军大乱。庞涓知道自己中了埋伏，大势已去，拔剑自刎，临死前大喊：“遂成庶子之名。”他到死都不甘心，自己竟然输给了孙膑这个小子。马陵之战，魏军主力被歼灭，魏武卒几乎全军覆没，魏国从此一蹶不振，失去了霸主地位。公元前293年，秦国攻打韩国和魏国，韩、魏两国组成联军，在伊阙迎战秦军。秦军的将领是白起，一个被后世称为人屠的男人。伊阙地势险要，韩、魏联军虽然人数众多，但互相猜忌，都不想先出战。白起抓住这个机会，采取集中兵力，各个击破的战术，先率领秦军主力攻打较弱的魏军。魏军没想到秦军会先打自己，仓促应战，很快就被打败。韩军看到魏军大败，军心大乱，白起趁机率领秦军攻打韩军，韩军也很快溃散。伊阙之战，白起率领秦军斩首24万，占领了韩国和魏国的大片土地，韩、魏两国从此失去了抵抗秦国的能力。公元前279年，白起率领秦军攻打楚国，发动了鄢郢之战。楚国的都城鄢城，城墙高大坚固，秦军久攻不下。白起想出了一个狠毒的计策，他让人开凿渠道，把淹水引到鄢城，水淹鄢城。鄢城的城墙被洪水冲垮，城里的百姓和士兵都被淹死，尸体堆积如山，淹水都被染成了红色。白起率领秦军趁机攻占鄢城，然后又攻打楚国的都城郢都，楚顷襄王被迫迁都到陈城。鄢郢之战，楚国的国力受到重创，再也无法与秦国抗衡。而这一时期最惨烈、最影响历史走向的战争，当属长平之战。公元前262年，秦国攻打韩国，占领了野王，把韩国的上党郡和本土分割开来。上党郡的守将冯挺不愿意投降秦国，就把上党郡献给了赵国。赵国接受了上党郡，这引发了秦国的不满。秦国派王和率领秦军攻打赵国，赵国派廉颇率领赵军迎战。长平之战爆发，廉颇知道秦军的战斗力很强，不能硬拼，就采取了坚守不出的战术，在长平筑起了坚固的营垒，与秦军对峙了3年。3年的时间里，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物资，赵国的粮食消耗殆尽，再也支撑不下去了。赵孝成王急于结束战争，听信了秦国的反间计，认为廉颇怯战，就派赵括代替廉颇率领赵军出战。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，从小熟读兵书，谈起兵法来头头是道，连他的父亲赵奢都辩不过他。但赵括从来没有上过战场，缺乏实战经验，是个典型的纸上谈兵的家伙。他接任后，立刻改变了廉颇的战术，主动率领赵军向秦军发起进攻。秦国的将领白起早就料到赵括会主动进攻，他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，假装战败，把赵军引诱到秦军的埋伏圈里。然后白起派一支军队切断了赵军的后路，又派一支军队切断了赵军的粮道，把赵军包围了起来。赵军被包围后，多次突围都没有成功，粮食也吃完了，士兵们只能互相残杀，以人肉为食。公元前260年，赵括率领赵军发起最后的冲锋，结果被秦军的弓箭手射死。赵军失去了主帅，彻底崩溃，40万赵军全部投降。白起担心赵军降兵日后会叛乱，
就下令把这40万降兵全部坑杀，只留下240个年纪小的士兵，让他们回赵国报信。长平之战，赵国损失了40万大军，几乎是全国的青壮年男子，赵国从此一蹶不振。而秦国虽然也损失了10几万人，但却彻底扫除了统一6国的最大障碍，一统天下的趋势再也无法逆转。这场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极致碰撞，一边是赵国的士兵们在绝望中互相残杀，一边是秦国的军功爵制让士兵们为了爵位而疯狂杀人，一边是儒家学者们谴责战争的残酷，一边是白起因为杀人太多而被后世唾骂，一边是都江堰、郑国渠这样的水利工程正在为秦国带来源源不断的粮食，支撑着这场灭国之战。这一时期的纵横家也在这场血火博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苏秦配6国相印，发起合纵，联合燕、赵、韩、魏、齐、楚6国共同对抗秦国。他游走于6国之间，凭着一张嘴说服各国国君结盟，让秦国15年不敢出函谷关。但6国之间互相猜忌，各有各的利益诉求，合纵联盟很快就瓦解了。张仪则代表秦国推行连横，瓦解6国的合纵联盟。他凭着高超的外交手腕，欺骗各国国君，让他们背叛联盟，投靠秦国。比如张仪欺骗楚怀王，说只要楚国和齐国断交，秦国就会把600里土地送给楚国。楚怀王信以为真，立刻和齐国断交，然后派使者去秦国要土地。张仪却翻脸不认账，说自己当初答应的是6里土地，不是600里。楚怀王大怒，率领楚军攻打秦国，结果被秦军打败，失去了大片土地。苏秦和张仪就像2个棋盘上的棋手，用6国的土地和百姓的生命下着一盘惊天动地的大棋。他们的纵横捭阖让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，今天是盟友，明天就可能刀兵相向；今天是敌人，明天就可能联手抗敌。在这场博弈中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文化方面，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繁荣的时期，也就是百家争鸣。儒家的孟子、荀子，道家的庄子，墨家的墨子，法家的韩非子，名家的公孙龙，阴阳家的邹衍，农家的许信，杂家的吕不韦，各种思想流派层出不穷，互相辩论，互相影响。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，主张仁政，反对战争。他周游列国，劝说各国国君施仁政于民，省刑罚，拨税敛。但在这个战争年代，他的主张根本没有人听。荀子则主张性恶论，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，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和法律来约束。他的思想对法家影响很大。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，主张逍遥游，追求精神上的自由。他对这个混乱的时代感到失望，宁愿隐居山林，也不愿意出来做官。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，他主张以法治国，强调严刑峻法，认为只有通过严厉的法律，才能让国家强大，让百姓服从。他的思想被秦始皇采纳，成为秦国统一6国的指导思想。但韩非子本人却因为受到李斯的嫉妒，被秦始皇关进监狱，最后被逼自杀。这些思想家们用自己的智慧探讨着国家如何治理，社会如何发展，人性是什么样的。他们的思想就像黑暗中的星光，照亮了这个血与火的时代。虽然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大多没有被采纳，但却为华夏文明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。长平之战后，战国的格局彻底明朗化，秦国一家独大，6国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对抗秦国。6国的命运已经注定走向衰亡，但他们并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进行了最后的挣扎，上演了一幕幕悲壮的落幕。
赵国在长平之战后国力大损，但依然没有放弃抵抗。公元前245年，赵孝成王去世，赵悼襄王即位，他重用李牧为将。李牧是赵国最后的名将，也是秦国最害怕的对手。李牧常年驻守在赵国的北方边境，抵御匈奴的入侵。他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，匈奴来犯时，他就紧闭城门，不与匈奴交战。匈奴人都嘲笑李牧胆小，连赵国的士兵也觉得自己的将军害怕匈奴。但李牧并不在意，依然坚持自己的战术。几年后，李牧觉得时机成熟，就挑选了10万精兵，1300辆战车，13000匹战马，50万弓箭手，设下埋伏，引诱匈奴主力进入埋伏圈。然后李牧率领赵军发起猛攻，大败匈奴，斩杀匈奴10几万人，匈奴的单于仓皇逃窜。此后10几年，匈奴再也不敢靠近赵国的边境。后来秦国攻打赵国，李牧被调回中原，率领赵军抵抗秦军。公元前233年，秦军攻打赵国的势力宜安，李牧率领赵军迎战，在肥下大败秦军，斩杀秦军主将桓乙。公元前232年，秦军再次攻打赵国，李牧又在番吴大败秦军。李牧的2次胜利暂时遏制了秦军的进攻，为赵国赢得了喘息的机会。但秦国知道，不除掉李牧就很难打败赵国。于是秦国再次使用反间计，派人贿赂赵国的宠臣郭开，让郭开在赵王面前诬告李牧谋反。赵王谦是个昏庸无能的君主，他听信了郭开的谗言，下令剥夺李牧的兵权，派赵聪代替李牧。李牧知道自己是被冤枉的，不愿意交出兵权，赵王谦就派人暗中刺杀了李牧。李牧死后，赵国再也没有能抵挡秦军的将领。公元前228年，秦军攻打赵国的都城邯郸，邯郸城破，赵王谦被俘，赵国灭亡。当秦军进入邯郸城时，百姓们纷纷痛哭流涕，他们想起了李牧，想起了那个曾经保护他们的将军。如果李牧还在，赵国也许就不会灭亡。李牧的死是赵国的悲剧，也是6国的悲剧。一个国家当他自毁长城时，灭亡也就不远了。燕国是6国中最北边的国家，也是最后一个被秦国攻打的国家。燕国的太子丹看着秦国一个个消灭韩、赵、魏3国，心里非常害怕。他知道燕国的实力根本不是秦国的对手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铤而走险，派刺客去刺杀秦王嬴政，也许能改变历史的命运。太子丹找到了荆轲，荆轲是魏国人，喜欢读书击剑，为人慷慨侠义。太子丹对荆轲非常好，把自己的车马、衣服、食物都分给荆轲，还为荆轲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宫殿，让荆轲过上了奢侈的生活。荆轲深受感动，答应了太子丹的请求，去秦国刺杀嬴政。为了能接近嬴政，荆轲需要2样东西，一是燕国都抗的地图，都抗是燕国最肥沃的土地，嬴政一直想得到它；二是秦国叛将樊於期的人头，樊於期因为得罪了嬴政，逃到了燕国，嬴政悬赏千金捉拿他。荆轲找到樊於期，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计划。樊於期为了报答太子丹的收留之恩，也为了报仇，拔剑自刎，让荆轲带着自己的人头去秦国。公元前227年，荆轲带着燕国都抗的地图和樊於期的人头，踏上了前往秦国的路。太子丹和燕国的大臣们在易水河畔为荆轲送行。荆轲的好友高渐离击筑，荆轲高唱：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歌声悲壮激昂，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。荆轲登上马车，头也不回地向秦国而去。到达咸阳后，荆轲通过秦国的大臣蒙嘉见到了嬴政。嬴政非常高兴，
在咸阳宫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接见荆轲。荆轲捧着樊於期的人头，秦舞阳捧着督亢的地图，一步步走向嬴政。秦舞阳是个年轻人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威严的场面，吓得浑身发抖。嬴政和大臣们都觉得很奇怪，荆轲连忙解释说，秦舞阳是个粗人，从来没有见过天子，所以害怕，请大王原谅。嬴政让荆轲把地图呈上来，荆轲接过地图，慢慢展开。当地图展到最后时，一把锋利的匕首露了出来，这就是图穷匕现。荆轲一把抓住嬴政的袖子，拿起匕首就向嬴政刺去。嬴政大惊失色，连忙挣脱，袖子被扯断了。嬴政想要拔剑，但他的剑太长，一时拔不出来，只能绕着柱子逃跑。荆轲在后面紧追不舍，大臣们都吓得不知所措，因为按照秦国的法律，大臣上殿不能带兵器，侍卫们都在殿外，没有命令不能进来。这时秦国的医生夏无且反应过来，拿起手里的药箱向荆轲砸去。荆轲被药箱砸中，放慢了脚步。嬴政趁机拔出剑，转身向荆轲砍去，砍中了荆轲的左腿。荆轲倒在地上，拿起匕首向嬴政掷去，但没有击中，匕首插在了柱子上。嬴政又砍了荆轲8剑，荆轲知道自己失败了，靠着柱子大笑，骂道：是所以不成者，乃欲以生节之，必得约其以报太子也。他说自己之所以没有成功，是想活捉嬴政，让嬴政答应归还6国的土地来报答太子丹。说完，荆轲就被侍卫们杀死了。荆轲刺秦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悲壮之举，它像一颗流星在黑暗的天空中划过，虽然短暂，却留下了耀眼的光芒。它体现了6国人民反抗秦国暴政的决心，也体现了古代侠客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。但荆轲的死并没有改变历史的走向，反而加速了燕国的灭亡。公元前226年，秦军攻打燕国，占领了燕国的都城蓟城，燕王喜和太子丹逃到了辽东。公元前222年，秦军攻打辽东，俘虏了燕王喜，燕国灭亡。楚国是6国中疆域最大、人口最多的国家，也是抵抗秦国最顽强的国家。楚国的将领项燕是楚国的名将，也是项羽的祖父。公元前225年，秦国派李信率领20万秦军攻打楚国，李信年轻气盛，低估了楚军的实力，贸然进军。项燕率领楚军尾随秦军3天3夜，然后发起突然袭击，大败秦军，斩杀秦军7个都尉。李信率领残军狼狈逃回秦国。秦始皇大怒，不得不重新启用老将王翦，让他率领60万秦军攻打楚国。王翦是秦国的名将，非常稳重，他知道楚军的战斗力很强，不能硬拼。于是他率领秦军到达楚国后，就筑起营垒，坚守不出，与楚军对峙了1年。楚军多次挑战，秦军都不应战。项燕以为秦军害怕楚军，就率领楚军向东撤退。王翦抓住机会，率领秦军发起猛攻，大败楚军。公元前223年，秦军攻占了楚国的都城寿春，俘虏了楚王傅出。项燕率领残军继续抵抗，拥立昌平君为楚王，在淮南一带与秦军周旋。但最终项燕还是寡不敌众，兵败自杀。楚国灭亡后，楚地的百姓们流传着一句话：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这句话后来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得到了应验，项羽率领楚军攻破了咸阳城，灭亡了秦朝。齐国是6国中最富有的国家，也是最后一个被秦国灭亡的国家。齐国的国君田建是个昏庸无能的君主，他在位40多年，一直采取是秦晋的政策，对秦国百依百顺，
从来不与其他国家结盟，也不帮助其他国家抵抗秦国。当秦国攻打韩、赵、魏、燕、楚5国时，齐国的大臣们都劝田健出兵救援，但田健却听进了丞相后胜的话。后胜早就被秦国收买了，一直劝说田健投靠秦国。公元前221年，秦军攻打齐国，齐国的军队根本没有进行抵抗，秦军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齐国的都城临淄。田健投降了秦国，被秦始皇流放到贡地，最后饿死在一片松树林里。齐国的百姓们都非常痛恨田健，骂他不战而降，苟且偷生。齐国的灭亡标志着6国全部被秦国统一，战国七雄的时代正式结束。公元前221年，嬴政统一6国后，在咸阳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，自称始皇帝，也就是秦始皇。他废除了分封制，实行郡县制，统一了文字、度量衡、货币，修建了万里长城，开凿了灵渠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——秦朝。战国七雄的故事在血与火中落幕了。那200多年里，有变法者的决绝与悲壮，有英雄的崛起与陨落，有文明的绽放与毁灭，有百姓的苦难与挣扎。7个大国像7颗星辰，在华夏大地上闪耀了200多年，然后一个个熄灭，最终汇聚成秦朝这颗更亮的星辰。战国七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、最残酷的时代，也是最辉煌、最伟大的时代。它不是一段简单的战争史，而是一部华夏文明的进化史。在这段历史里，我们能看到变革的力量，能看到英雄的悲歌，能看到文明的韧性，也能看到人性的复杂。战国七雄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变革是生存的唯一出路。秦国靠商鞅变法崛起，成为最终的赢家。魏国、楚国、韩国、赵国虽然也进行了变法，但因为不够彻底或者中途停止，最终走向了衰亡。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不变革就意味着落后，落后就意味着被淘汰。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，都要勇于变革，勇于突破旧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，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战国七雄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团结才能强大。6国的合纵联盟本来有机会对抗秦国，但因为各国之间互相猜忌，各自为战，最终被秦国的连横策略瓦解。如果6国能够真正团结起来，齐心协力对抗秦国，也许历史就会被改写。团结就是力量，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。无论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，还是一个团队、一个家庭，只有团结一心，才能克服困难，取得成功。战国七雄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英雄造就历史，历史也造就英雄。商鞅、吴起、赵武灵王、白起、李牧、荆轲、项燕，这些英雄人物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，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他们有的成功了，有的失败了，但他们都为自己的国家、自己的理想奋斗过，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佩。同时，历史也为这些英雄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。如果没有战国这个混乱的时代，他们也许永远不会被后人铭记。战国七雄的故事还告诉我们，文明的进步往往伴随着阵痛。战国时期的战争造成了无数人的死亡和流离失所，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。但正是这场持续200多年的战乱，打破了旧有的贵族秩序，促进了思想的繁荣和文化的融合，让大一统的理念深深扎根在华夏文明里。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几千年，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，就是因为它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不断吸收，不断融合，不断进化。2000多年过去了，
函谷关的烽火早已熄灭，长平的尸骨早已化为尘土，咸阳宫的宫殿早已不复存在，但战国七雄的热血与悲壮，变革与挣扎，依然刻在我们的骨子里。我们今天的大一统格局，我们对家国的认知，我们对变革的包容，我们对英雄的敬仰，都能在那段历史里找到源头。战国七雄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那些变法者的智慧，那些英雄们的精神，那些历史的教训，依然在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。